我说内娱真的是够了呀！雅安公主的事情还没个交代，又来了一个内蒙格格。第一次知道，原来高考也是可以私人定制的呀。当千万的学子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悬梁刺股时，有人却能轻易的抄近道；当毕业生为了一个编制名额挤破脑袋时，有人却能随意的抛弃，并且不需要负任何的后果。这种拼爹的时代直接取代了拼搏，难道同桌的前车之鉴大家都忘了吗？长安的荔枝里面女主角纳尔纳西，看名字和长相就不难看出来是少数民族。08年通过内蒙定向委培，以179分的成绩考入了上戏。不仅如此，毕业之后还获得了公务员的编制。179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的身高呢。普通人寒窗苦读10几年，高考是我们最公平能改变人生的机会，却没想到是一场内娱天龙人的特权游戏。纳尔纳西高考门事件被曝后，被央视紧急除名。央视原本发布的明星祝福高考动态文案和视频中均有纳尔纳西，这件事爆出后全部紧急删除。那这位内娱先进的皇太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在前段高考期间爆出了一条关于高考公平的大瓜。事情的起源是有人扒出了纳尔纳西在封神时的采访自曝。因为我们班是定向委培的，是有剧团定向接收的所以都是会有工作的，直接就是公务员的那个铁饭碗，就不在外边鬼混了3年回来了嘛。回来以后在学校当助教。纳尔纳西在08年通过内蒙古的定向委培政策，以179分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。179分还没有我爸的血压高呢，竟然可以上到1本学校，并且还能拿到1等奖学金。好家伙，你以为纳尔纳西考179分就能被上戏录取，够魔幻的了吧？结果他家族还有高手，他的堂哥科尔沁夫数学只能考10分，只学了1年的钢琴，居然就顺利的考入了985中央民族大学作曲系。现在不仅是个音乐人，还是作词人和乐评人，只能说这个家族真是能人辈出，怕不是要千秋万代了吧？如果你以为他们仅仅是占用了定向委培的名额，那就是太傻太天真了。经过网友的深扒后发现，上戏仅有2届内蒙古定向班，一次是1982年，一次就是2008年。1982年考上的考生名叫敖登高娃，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名字的话没关系，因为她就是纳尔纳西的母亲。更绝的是在08年招生过程中，呼伦贝尔招生的老师恰恰是纳尔纳西母亲的同班同学。而更巧的是，内蒙一共招生5个地方，只有这一站没有任何的招生图片。按理来说，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完全没有镜头记录呢？而且纳尔纳西一直都是北京户口来着，内蒙古30年总共才招了2次，结果都被他家轮上了，这怎么不算是纳尔纳西家的私人定制呢？说了半天呢，究竟什么是定向委培呢？定向委培本就是国家为了支持边疆地区教育以及培养人才设立的，目的就是让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边疆地区。但是如果定向生毕业后违约，是会被记录个人档案，并且影响个人信用的。但是纳尔纳西回国后发展一点也没有受到违约的影响，就算他解约也应该有个协议合同吧，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，双方都需要签字的，就跟上班离职一个道理。只要他能晒出协议合同，起码能够证明他没有违法。但就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他本人是一点回应都没有，不仅没有任何诚信上的通报，反倒在娱乐圈平步青云。封神1只在预告中露面2秒，到了封神2戏份却大加特加，生生的变成了邓婵玉传。而在近期热播的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甚至为他专门打造了一个原著中根本没有的角色。为了能让她当女主角，后面还把男主的原配给写死了。原著里男主拼命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为了给妻子和女儿买个小房子一起赏月，最后孤独一掷也是为了妻子才能活下去。现在好了，妻子死了，戏份是他的了。而封神2更是超龄进组，加戏抢 C 位，封神都快变成了邓婵玉传了。要不是姬发是历史人物，没办法硬转性别，这个角色也早就是他的了。而电影版的《一人之下》，他饰演的风沙燕，为了给他加戏，削弱了冯宝宝。风沙燕怎么可能和冯宝宝打成平手啊？这简直是胡闹嘛！而之后又在电影《标人》中抢了本来属于李婉淡的角色，快40岁的人演18岁的大漠第一美人，他自己不觉得唐突吗？后来纳尔纳西高考特权事件曝光后，在长安的荔枝直播时，弹幕一直在刷抵制特权咖，这让善于调节气氛的雷佳音全程眉头紧皱，头大到挤不出一个笑容来。如果纳尔纳西真的被内娱除名，那么他参演的作品也将无一幸免。目前未播的还有吴京的电影《标人》，纳尔纳西饰演女主，
还有谢霆锋、梁家辉、李连杰、惠英红等大咖出演。据说在《封神3》中，纳尔纳西也有很重的戏份。此时此刻，杨紫的那句是说实话哦，以前选戏的时候看剧本、看导演、看班底，但是现在其实有时候选戏你要看对手戏演员。看来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！要么怎么说内娱爆炸式的塌房是黑料一茬接一茬呢？黄洋电田事件中，虞书欣高中母校竟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看来当事人父母从未教过他低调做人的道理，而刚刚结束拍摄的《冰湖重生》大概率也是播出无望了。黄洋电田可能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不经意的炫富竟将全家都拉下了水。继天价耳环之后，本以为只需要坐等雅安相关人员调查即可，没曾想今日黄洋电田艺考疑似造假的事件再次冲上了热搜。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。这不到10秒的视频中，身着高昂礼服的他位于中央 C 位。与清新亮丽外形不同的是，这首超级英雄竟被他唱得异常的跑调。而今年4月，各大高校刚刚公布了2025年的艺考合格名单，黄洋电田以95分的高分获得了中国戏剧学院专业第2名，还是北影专业第6。结合他如此低劣的唱歌水准，自然会被网友质疑艺考成绩存在水分。不过，按照艺考的常规，考试科目中会有才艺这一栏，或许黄洋电田准备的才艺是跳舞，而不是唱歌。鉴于当事人目前并未做出回应，旁人只能无端的猜测。其实，在他几部影视中均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水准，否则也不会被选为《冰湖重生》的女主了。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虞书欣却因此事被卷入其中。网传他父亲、爷爷侵占了15亿，一度被推上了高位热搜。当时有网友说，他爷爷是新余钢铁工会的主席，按照规定，其子女不能从事相关的产业，但虞书欣的父母却经营着钢铁公司，因此被质疑其家族在利用职务之便疯狂敛财，甚至5年交易金额就高达15亿。那么，被称为400亿千金的虞书欣到底有多豪呢？我的奇妙男友2的女主角是你。因为我有钱呢，因为我带资进组啊。作为现实版的沪上小公主，上海首富之女刘嘉熙是她的闺蜜，万达少爷王思聪是她的好友，年仅15岁便拥有4000万的身家，家中的资产更是高达400亿。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矿产大亨，爷爷曾是钢铁集团的老板，可谓是一出生就在罗马，甚至20出头的年纪，名下便有5家公司，坐拥2套上海江景大平层，不仅连餐具都是爱马仕的，衣帽间更是比普通人家的客厅还要大，而在穿搭上，他更是极尽奢华。2020年初次亮相《青春有你2》时，佩戴的西太后中古珍珠项链有价无市，拎得价值22万的低手包更是全球限量版。而这种包包在虞书欣家中还是最不起眼的一个，不管是爱马仕的铂金包，还是售价8万元的集装箱包包，在虞书欣家通通都能找到。许多网友都评价虞书欣晒的不是包，而是帝都的一套房。后来，虞书欣做客《青春3》，一身安踏的高定礼服惊艳全场，而这件仙女裙不仅售价高达17万，全球更只有2件，没有点地位根本买不到。资产雄厚的同时，虞书欣的人脉也十分的广泛，在没有成名时，所混的圈子就已经是顶级的富二代圈。王思聪曾有3次在夜店豪掷30万，当时虞书欣也在。在刚亮相《青春你2》时，便搬来了强大的明星应援阵容，袁咏仪、陈建斌、王耀庆、胡一天、娄艺潇等人都在为他加油打 call， 这也引得了不少网友纷纷感叹，原来他不仅在剧中饰演富二代，现实中更是超级的富二代。此前他还在节目中透露，如果自己在28岁还没有成为顶流，那便要回家继承家产了。谁能想到这种小说的情节就真实的发生在虞书欣的身上。所以这次卷入了黄洋电田的事件，严重的影响了虞书欣的后续工作。但此事虞书欣很快就澄清了，虞书欣爷爷只当了2年的主席就被换掉了，然后爷爷就被派遣到某后勤公司任职，既不是直接的管理者，也没有敛财的渠道，因此这件事就是一件乌龙事件。那么带入到黄洋电田事件呢，网友也纷纷表示，一切要等到相关部门公布以后才能知晓真相是什么。不过有一说一，待播剧《冰湖重生》从好的方面看，即便被定为乌龙事件，纵使黄洋电田无罪，这部剧的口碑大概率也会受到影响，今年播出的可能性几乎为0。从最坏的角度来看，一旦他的父母涉嫌贪污等罪名，那等待黄洋电田的就是天价的赔偿金以及演员路尽毁。当年曲婉婷的下场将会在他的身上重现。目前的事情尚未有最终的定论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可以观望，但切勿恶意的造谣重伤
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内娱更不是法外之地。华阳电田事件发酵至今，早已不是简单的娱乐事件，而是牵涉极广的社会事件。小编由衷的希望内娱今后能够多一些好的作品，少一些乌烟瘴气、令人三观尽碎的龌龊发生。好啦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